2024年该买什么股票？哪一些股票会在2024年表现得不错呢？嗨，我是楚鹏，你也可以叫我肖邦。今天这集影片我会跟你分享2024年我最看好的3只股票，并且告诉你为什么我认为这3只股票非常值得投资。这是经过我深入研究、精心挑选出来的3只股票。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2024年到底要投资哪一些股票，一定要把今天这集影片看完哦。首先，2024年我最看好的第一家公司就是 Palantir， 代号 PLTR。根据 PLTR 最新一季的财报可以看到营收年成长率达到了 17%， 来到了 5.58 亿美元。那这当然是因为 PLTR 的客户数量一直在增加的原因，不管是在政府客户还是一般企业客户的数量都是稳定在成长的。这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PLTR 每一季的客户数量都在增加，从去年第3季的337个客户到现在已经成长到了453个客户。那客户数量稳定成长的这一件事情呢，当然就对于一间公司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会带动公司的获利。而且我也认为 PLTR 在未来这一年它的客户数量会持续的成长。原因很简单， PLTR 的产品可以有效的帮助企业去改善营运的流程，提高生产的效率，而这个是大部分企业的刚需。像过去 PLTR 就曾经帮助过医疗企业透过他们家的产品有效的去追踪病患的状态，减少病患的等待时间，然后管理护士跟医生的使用效率等等的。那这样子的管理呢，就能大幅的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同时又能让公司的运作更有效率。这几乎是所有企业都会想要的，所以市场对于 PLTR 的产品需求一直是非常的强劲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 Palantir 在未来这一年它的客户数量会持续增加的原因。而且现在 AI 话题热度还是很高嘛，很多企业还是想要利用 Palantir 的 AI 技术来降低营运上面的成本，提高工作的效率。再加上之前分享 Palantir Q3 财报的这一集我就有讲过， PLTR 现在来到了一个很关键很棒的转捩点。去年的第4季、今年第1季、第2季虽然净利都是正的，但主要还是靠业外收入撑起来的。但是呢，今年的第3季就不一样了，今年第3季是一个很棒的转捩点。我们来看一下哦，去年第4季 Palantir 的净利虽然是正的，但是营业利润是负数，这就很明显 PLTR 的本业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赚钱。如果本业赚钱，营业利润绝对不会是负数。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年第1季的财报，今年第1季净利虽然也是正的哦，但是如果我们拿净利的19151扣掉业外的利息收入20853，会得到负的哦。19151减20853是负的，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也就是说呢，如果没有业外的利息收入，它的净利就不会是正数，它会是净损。那今年第2季的状况也是一样的哦。我们拿第1季的净利27872扣掉业外的利息收入30310，一样会得到负数。所以如果没有这一些业外收入的话呢， PLTR 在第1季跟第2季都会是净损的。但是今年第3季的状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一下第3季的财报，如果拿第3季的净利73439扣掉业外的这个利息收入36864，得到的结果会是正的。也就是说呢，就算这一季没有这一些业外收入， Palantir 第3季照样可以有净利，不会是净损。就算没有业外收入的支撑呢，它的本业也开始赚钱了。那这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呢，当然就是一个真正的转亏为盈。所以从目前的财报来看呢，我个人是认为啊 PLTR 目前算是在一个很棒的转折点，是一个实质上转亏为盈的转折点。所以我个人是非常期待 PLTR 2024年的表现的。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它从去年的第4季、今年第1季、第2季到现在的第3季， PLTR 的财务状况是一季比一季还要好的，它是有在进步的。那我自己在选股的时候，我就非常在意进步这件事情，有没有在成长，有没有在进步，是我在挑选股票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因为我觉得一直有在进步的公司，它的前景才会是好的。就算它目前的状况可能比不上那一些现在看起来很稳定的大公司，但是一直有在进步的公司，它总有一天一定也会成功，它总有一天一定也会超过这些稳定的大公司。这就好像龟兔赛跑一样嘛，虽然兔子天生的速度比乌龟还要快，但是如果兔子在终点线之前停了下来，那它永远都到不了终点。相反的，如果乌龟持续的进步，持续的前进，总有一天它也会比兔子更早抵达终点。这就是为什么比起那一些很成熟稳定但是没有什么在成长的公司，我更喜欢那种一直看得到它有在进步的那种企业。那要挑选到这种有在进步、体质又很优秀的公司，当然还是要做一些功课嘛，要像我这样子去看一下公司的财报，才有办法真的了解公司的全貌。但是看财报也不是10分钟就能完成的事情嘛，所以我特别准备了一份完整的4
41分钟的免费美股教学。这份教学会教你如何透过财报找到有潜力的成长股，并且教你一些从财报选股的技巧。那这个教学目前已经有超过350个人领取了。如果你也想要找到体质非常优秀又非常有成长性的好公司，立即到下面的资讯栏点击链接索取我的免费教学吧。另外，就发展面上来看的话呢，因为 POTR 已经连续3个季度的净利都是正的了，所以在未来的这一年，它非常有可能会加入标普500指数。那这就很有可能会让 Palantir 的股价上涨，因为当 POTR 加入标普500指数之后呢，基金为了要更准确的去反映指数，它就会去买入 Palantir 的股票，而越多人来买 Palantir 的股票，那它的股价就越有可能会涨上去。这也是为什么我2024年会很看好 POTR 的其中一个原因。你看 POTR 这么棒，也该给我一个赞了吧？我跟你分享这么好的资讯，给我一个赞不为过吧。2024年我最看好的第2家公司就是 NVIDIA， 代号 NVDA。从 NVIDIA 最新一季的财报呢，就可以知道它的营收一直在突破新高。今年第3季的营收来到了18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市场的预期，比上一季成长了 34%， 也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206%。那贡献最多的就是 Data Center 这个部门了。这一季 Data Center 部门的收入来到了145亿美元左右，大概占了总营收的 80%。而且 Data Center 第3季的收入比上一季高了40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0亿左右。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啦。那从这样的表现来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市场对于 NVIDIA 的产品需求是越来越高的，尤其是 GPU 这个部分。如果你还不太知道 NVIDIA 是在做什么的，那我强烈建议你先去看一下这集影片，看完这集影片再回来看今天这一集，你会比较知道我在说什么。那除了营收之外呢， NVIDIA 这一季的毛利率跟净利也非常的好，毛利率已经来到了 74%， 净利也来到了92亿美元，比上一季成长了 49%，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59%哦，这个也是超级夸张的。那从目前的财报来看呢， NVIDIA 的状况是非常好的。不过当然啦，过去的数据并不能代表未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去了解一下未来市场的方向跟它的经营走向，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判断说 NVIDIA 未来到底是一个好的前景还是不好的前景。那 AI 这个产业呢，我个人是认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啦，因为不管是在科技业、汽车业、金融业、医疗业、航空业，或甚至是政府的军事行动等等，这些东西都会运用到 AI 的技术。比方说像是飞机制造商，它就可以借由 AI 的技术去提高生产飞机的效率，降低不必要的生产成本等等的。所以说我认为 AI 产业目前还在一个成长期，很多公司对于 GPU 的需求还是非常高的，再加上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出现一个非常强劲的竞争对手可以跟 NVIDIA 匹敌，所以目前在 GPU 这一块 NVIDIA 可以说是没有人可以跟它抗衡， NVIDIA 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为什么我很看好 NVIDIA 在2024年表现的原因之一。不过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对晶片的禁令可能会对 NVIDIA 的营收有所影响。最近我也超常被粉丝私讯问说，美国对于中国的晶片禁令对于 NVIDIA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根据 NVIDIA 最新的法说会内容，卖给中国的晶片收入的比例大概占了 Data Center 部门的收入的 20% 到25% 左右，所以禁止更多的先进 AI 晶片出口到中国的这个政策，在第4季可能就会影响到 NVIDIA。但是目前国际上对于晶片的需求还是非常高的，而这样子的需求跟买气呢，就可以抵消掉禁止销往中国的这个禁令所产生的影响。用白话文来说呢，意思就是虽然不能卖到中国，对于 NVIDIA 会有一些损失，但是因为国际上大家还是会一直去跟 NVIDIA 买晶片，这些损失就可以被抵消掉。所以短期之内呢，在未来的这一年，我认为 NVIDIA 的营收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以长期来看呢， NVIDIA 的营收就有可能会被影响到。但是我必须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说以目前的这个政策来看，长期是会伤害到 NVIDIA 的获利的，但是黄仁勋不是傻瓜， NVIDIA 里面的经营团队也不是笨蛋，他们也一定在寻求解决方案。而且以 NVIDIA 的研发速度跟决策能力，我个人是认为他们这个问题是有机会被解决的。所以就算现在有这个晶片的禁令呢，我个人对于 NVIDIA 2024年的表现还是抱持着一个蛮乐观的态度的。至少在未来这一年， NVIDIA 的收入不会被影响到太多，它的成长动能是还在的。那最后一个我看好的公司就是特斯拉，代号 TSLA。老实说，特斯拉最新一季的财报真的不是很好。你看它在电动车这一块的营收年成长率只有 5%， 去年第3季是186亿美元，今年是196亿美元。那这样子的成长对于特斯拉来说真的是太少了。主要的
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特斯拉这一季的产量跟销量下降，才会导致这一季的营收不如预期。特斯拉第3季的产量是43万辆，上一季的产量将近有48万辆，这一季的交车数呢是43.5万辆，上一季的交车数是46.6万辆。在这一季财报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说特斯拉不行了啊，它的产量销量都下滑，特斯拉完蛋了。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搞清楚，特斯拉是因为要把它的工厂设备升级，所以才会让工厂暂时停工。那工厂暂时停工，产量销量下滑，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嘛，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嘛。更何况它停工是为了要把工厂的设备升级，它是在为了它的未来在做打算的。升级之后，它的生产效率可能就会更高，生产成本也会降低。长久来看，这个对于特斯拉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所以说，尽管它最新一季的财报没有那么的理想，但光是工厂升级这件事情，就足以让我相信特斯拉是有在进步的，它是有在控管成本的，它是有在管理时间效率的。这就好像我们在工作一样嘛，也许现阶段你的薪水不高，你的工作能力没有很强，但是如果你一直愿意去学习，让自己进步，或者是做好时间管理，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的话，那我相信你的薪水不会永远这么低。所以以长远来看我个人是认为特斯拉的获利能力绝对会因为这些小小的改善而有所进步的，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微不足道的进步。你看又是进步吧。那除了营收之外呢，它这一季的毛利率也是很惨啦，只有 17.9%， 比起去年同期下降了 7.19%， 去年第3季是 25.09% 啦。那这个当然是让很多投资人不太满意的地方。不过这件事情呢，也很明显是跟特斯拉的经营策略有关。特斯拉现在正处在一个转型期，它为了要提高它的销售量跟市场占有率，所以去调低了电动车的市价，而降低售价短时间内又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压低成本，那它的毛利率就会下降。以短期来看呢，这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啦，大家都很希望特斯拉的毛利率可以维持在一定的水准，或甚至是更好，这样子它才会有竞争力嘛。但是以长期来看呢，这个策略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调低售价会让更多人负担得起，更多的上班族会愿意去购买，它会吸引到更多的潜在客户，那这样未来5到10年的市占率是肯定就会变高的嘛。而市占率变高呢，对于特斯拉的品牌形象、品牌的护城河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它在市场上的地位也会更稳固。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这个策略其实是非常聪明的原因。虽然说调低售价这个确实会影响到短期内的毛利率，但这个是为了要实现更长远的提高市占率的这个目标的。而且你也可以看到，特斯拉已经想办法再让工厂升级，降低生产的成本了。所以说我认为特斯拉未来的生产成本是会下降的，不会像现在这么高。那成本下降之后呢，它的毛利率就有可能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准，甚至是更好。不过要注意的是特斯拉正在一个转型期，它正在调低它的售价，扭转经营策略跟品牌的形象，所以在这中间的这一段过渡期呢，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状况，股价出现大涨或大跌的几率就会比较高。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未来这一年2024年，当特斯拉出现低档的时候，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分批买进的时机。那当然啦，现阶段我并不鼓励短期持有特斯拉，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嘛，特斯拉正在一个转型期，它现在不稳定性比较高，它的股价波动风险比较高，所以如果你只持有特斯拉几周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风险就会相对非常的高，所以我还是建议长期持有至少3到5年会是比较安全的。那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看法，投资股票之前呢，还是最好先去看一下公司的财报，做一下风险的评估，毕竟没有人可以对你的损益负责嘛。以上就是我2024年最看好的3只股票，不晓得2024年你最看好的股票是哪一只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如果你喜欢我今天这集影片，记得要帮我按个赞，然后分享给其他朋友。那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但是目前国际市场对于晶片的需求还是非常的高，那这样子的需求跟买气呢，对于所以说尽管它最新一季的财报没有那么理想，但光是